不稳，裂隙开始洞穿，异界的鬼族将要通过裂隙入侵中土，人间大祸临头。人间界天子金缕红王立即征召猛士共御外辱，而各族妖精也在天子的应召之列。妖家5位至尊之首黑白大圣联络了其他4位大圣，集结30万妖精大军，共赴长平野，协力同心与鬼族决战。空界内流云穿检，鬼族大军开始破壁，各族准备应战。这些鬼族，黑白，怎么和说的不一样？这次破壁的鬼族不是普通的小妖，哼，来的都是异界深处的鬼族。人界的援军还没到，我们妖精与人都是中土之民，本当共赴荣辱。即使人类不及赶来，我辈也当以死护境。妖精们，沸腾你们的骨血吧！敌人的脏器，祭奠我们生存的土地。所有人，杀！所以后来妖精赢了吗？按照古书上的说法，后来人类与妖精联手，打败了鬼族的入侵，换来了这中土60年的现实安泰。不过，妖精虽然打赢了这一仗，但惨烈到说他们玉石俱焚也不夸张。5位大圣战死3个，重伤2个，30万妖友只余700残甲。可赢，就是赢了。啊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与人类联手，妖精和人类不是塞开楼吗？那是再后来的事情。长平野之战后，长平野之战后，5位妖家再次集结妖精部队冲骂中土，红天子再次与妖精决战于长平野，妖精也自此几乎全军覆没，再也不敢随意出现在人类世界。你突然加快语速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很麻烦。那我问你啊，人间与妖精族对立，你还要叫我去人间？就是好奇啊，我从未下山，很想看看人间到底长什么模样。你可以装成乌鸦，晃一圈就回来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本来就是乌鸦。是吗？哎，对哦。你的眼睛被封印做的看不见，那我是凤凰啊！哎，看到了，是彩绸结界。中土3大域都是由3处彩绸结界分割形成，这样才可以保证各域的风水灵力互不侵犯。侵犯了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反正古书上这么说的。还有种说法，说这世界都是由五彩天布所造的呢。所以只有我们乌鸦被造成黑色了，是吧？到人间域了，你看得见吗？我的妖气能通过你的屋檐看得很清楚。凤眼，以后叫凤眼。我的妖气能通过你的屋檐看得很清楚。算了，人间域是绿色的，和妖精域的蓝色完全不一样哎。那是海狼。妖精？海狼生存在妖精界的海底，但它们喜欢阳光，所以经常会去人间域玩耍，也因此几乎灭绝。杀了！他被道士给杀了耶！道士看到妖精就杀，已经是人间域共建的真理。我勒个去！真理！你明明知道这个真理，还让我来人间域，
和我有多大仇啊？道士是不杀乌鸦的。真的？古书上说的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你肯定是在骗乌鸦哎！那你回来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父王从小就让我自己封印住瞳里，所以我一直戴着眼罩，只能借你的眼睛看看世界。道德绑架啊！乌鸦是没底线的哎！你回来的路上，我会拼命往你的屋檐里灌输妖气，因为我要努力多看一些世界。刚才那个道士应该还没走远，他如果感觉到妖气的话，够了！我接受你的威胁，我继续帮你看还不成吗？真受不了你！哎，前面有座高台哎，我知道那里，应该是春风台。是不是又是古书上说的？我说你戴着眼罩，你怎么读书的？闻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算你蒙。说春风台吧。春风台也叫寻死台。我勒个去，那么抒情的外号！这方圆百里内，每10个寻死的人，至少有7个来春风台跳崖。70年前，大须弥院的白马神僧背负3000斤石佛，一步一步走上春风台。他将石佛摆在悬崖边，明言道：“死前佛前一坐，或许能许个来世呢。”和尚的真正用意是吸引寻死者在佛前吐尽苦水，说不定片刻后人会冷静下来，放弃寻短见的念头。哪怕只救回一人，也不枉和尚一片苦心。有一天，我捡回一只可爱的猪，我看着它长大，随着它越来越大，它慢慢长出了弯弯的牙齿，牙齿越长越长，最后绕过头顶，把它自己扎死了。可怜的猪啊！谢谢佛祖，我要随猪而去了。唉，哪怕是寻死者，死时一定也想善待自己一次吧。在佛前寻死，没准还能求个好来生。春风台也算是个好地方。这人怎么脚下那么大一块影子啊？彩愁云，哼，这云难道是跟着他行动的吗？这人还真特别呢。干嘛那么紧张？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你想要活命，只能杀了他。有我相助，他死你活，答应了吗？石佛跳崖了，他也自杀了吗？千万不要跳崖的石头佛，被这个小子给踩到了。石皮石骨石头心，奈何是个胆小的家伙。罢了，我自己斩的。不过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委屈大家一阵，对不住了。剑锋听旨，吃吧，木金蝉。这么大的心里搞什么呀？行了，这样就妥当了。妥当什么？哦，你差点把本大爷也吸进去了呀！今日中土世界，妖精还敢出来乱跑，你不怕死啊？怕死？我双刀法力无边，双刀无绵绵，岂会怕死？双刀，你是刀手？非也，双刀乃是我家主人所起的称号。你整天刀逼刀刀逼刀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方言倒是什么都会说。我看你还是叫双刀雾绵绵吧。所以我就把名字改成双刀雾绵绵，以显我万国语言天赋啊！行行，好有记忆点的名字。不过法力无边的乌绵绵，我劝你还是快躲一下吧，你的麻烦来了。啊！老夫先有此处，感觉有微弱的妖气，此地可是有妖精作孽？啊！乌鸦，孽畜，你下来受死！啊！别装狼，
老夫早用天眼看出你是妖精。看出来就看出来，你骂人干嘛？乌鸦也是有自尊心的，好不好啊？真的是妖精！原来你是瞎蒙的啊！胡言乱语，下来受死！凭啥？凭你是个妖孽，便罪无可恕。修行正道，成天护世，人人见而诛之。罪！我成精第1年见小孩失足落水，立即把他捞了上来。第4年遇路匪劫杀商旅，我下跑匪徒救了几10条人命。成精第10年，白鹤红捞大地将会，老爷我大喊大叫，及时吵醒了3个村子。修行正道，成天护世，所以要杀这个妖精。可他做的善事比您还多，道爷，这就尴尬了。呆，无知小儿！再敢护庇妖孽，老夫将你同罪乱处！唉，道爷明鉴，我是非护着不可，因为我就是妖孽养大的呀。好狂徒！道行天地，许见黑白，双璧相握。金蝉，收！他帮了我？你是谁？林美明啊！女子声音，传音吗？我啊，叫李熊猫。你头上那个彩云，你的？嗯，出门在外带片云彩防身，家伙事儿也都放云里了。你说自己是妖精养大的，什么妖精？香菇。我不管你是什么熊猫，李熊猫。老爷，我成精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见过香菇成精的。那冒充香菇行走天下的太岁星君呢？听过没？太岁星君保佑，小的说错话了，慈悲慈悲啊！换个话题，你逼着石头佛跳了海，究竟有何企图？我来找他合伙杀人，讲明白了道理，满以为他会痛快点头，不料他吓得跳海了。杀人？杀谁呀？把石佛背上春风台的白马神僧。啊？你知道他？你说说。这世上有一种人，一出生就注定会成为一代传奇，便如白马。白马出生之时，长江水面无端开出百里白莲。他6岁入佛门，20岁出山入世，结缘十方众生，积攒无量功德。到他40岁时，忽又兴起惊人之念，要去极乐世界拜见佛祖。自此，他一走60年，杳无音信，所以也就没人能想到，7天之前，白马回来了。难道？不错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座春风台杀一个人。所以你要杀的人是？这不来了吗？白马神僧。阿弥陀佛。这胖子的法力太可怕了！你赶快搞定他，干掉他！你要杀我？是我心境不够圆满，被你察觉到了杀意。老衲上来前偷听到了你们说话。那看呢？看是看不出来的。明知你要杀我，却仍看不到一丝杀意。你的确有资格杀我。我本想遁藏在石头佛像的影子里，等你来杀他的时候，出其不意给你一下。没想到石佛胆子太小，我刚把想法说完，他就跳海逃走了。你还会遁形秘法？好家伙，幸亏石头佛像胆子小，要不我麻烦大了。你不知道，石佛最早是一头石牛，后来被我改刻成佛像背过来，所以他胆子小。难怪了。那么，我开始了。好歹容我问个为什么。成，那就再聊几句。史书上说，妖精的毁灭是因为长平野之战后，妖家大圣联袂传令，欲杀尽人类，称霸这是跟白马有什么关系？人族举全国兵甲与妖精决战于长平野，妖精全军覆没。自此，
奠定人间人主的大好格局。史书上是这么说的，可史书上没说，60年前长平野之战前，洪天子征召各族猛士共御外辱，妖精也在天子的应召之列。史书上没说，中土的妖精一贯散漫，只喜欢闭门玩耍，鬼族只要不上门招惹，妖精才懒得理会。人间的皇帝根本使唤不动他们。但这妖家5位至尊之首黑白大圣，最终到底还是被他的一位人间好友给说动了，这才联络了其他4位大圣，集结了30万妖精大军。史书上没说，妖族和朝廷议定几路大军共赴长平野，不料妖族抵达长平野时不见有军，妖精们只得独自面对铺天盖地的鬼族。史书上没说，此战之后，残存的妖精根本没来得及为战死的同伴哭一场，他们身后就响起了震天的战鼓。是人类，人类的军队，人间，人类来了！啊，他们终于还是来了。杀！混蛋！无耻！无耻的人类！无耻啊！这才是真相。史书上没说，当初怂恿黑白大圣的那位人间好友，是位天赋异禀的出家人，法号白马。想不到世上还有人会知道此事真相。阿弥陀佛！我靠，成真了！黑白大圣与我亦师亦友，当初我做梦都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人啊，怎么可以如此无耻？所以我才决意西游，非得求来心经宝典，方能普渡人间。我不关心这些，你不是为此复仇？我又不是妖精，既不认识黑白大圣，和那些遇害妖精也素未谋面，没有交情。没有交情，自然不关心。我只是受香菇大恩，忠香菇所托，一码归一码。如此，那动手前我还有最后心事，一定要办妥。行。石头，归来！决战前最后心事，你要杀了他。他的灵智一直被自尽者的心绪滋养，可自尽之前的人心何其极端，拥有佛祖形状。这石头精怪的心肝早已经被侵染得漆黑如墨，因此必杀。急，战舞，树一，妖桩，一臂功效。不怪你，是我把你放在这里，却忽略了此处的山海格局。没想到你能成精，错在我，但孽在你。石头，安心去吧。和尚，你安心去吧。杀！
又怎能安心？不安心，我便不会去。石头佛不曾伤过一人，即便恶，但他未作恶，该死吗？暗指将来，我不能冒险。不冒险便杀生，杀生是因慈悲。70年前，你把他摆在这里，也是因为慈悲。没这石佛时，春风台上每天几人四祭，你可知有这石头佛像后，春风台上每天多了多少人来跳崖？怎会如此？没这佛，纵有短念也要反复挣扎。你这圣僧摆下这石佛，你让多少人以为来生可期？失守了今生最后一道心防。金刚不坏身，还挺麻烦。此事非老衲本意。非你本意，是你所为。他罪孽，你慈悲，但你这慈悲比他的罪孽更该死。该死，就死吧。机会，赤灵换甲，龙装纳士，洗溃。妖王装，龙王。那么和尚，我开始杀了。60年前妖精灭族，我是被骗的。不管无心还是故意，错了就是错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的慈悲害死了多少人。白马，既是你的请求，我们妖精狱一定做。此事非老衲所请，而是为天下苍生所求。我黑白无所谓天下如何，只为老友你一言所托。阿弥陀佛。厉害了，这样都不死？死了，死了，死定了。就是修为的年头多一些，苟延残喘的时间长一点而已。我知道你是受骗的，但错了就是错了，要受罚的。我是第一个吗？对。谢谢你。不必，应该做的。喂，和尚死了吗？哦，你从乌云里抽出来杆枪，这什么法术啊？出门在外带片云彩防身，家伙事儿都放云里了。有点意思啊。刚才你说谢谢老和尚，谢他什么？和尚未尽全力，只是象征性的挡了下。和尚也真慈悲，他身亦金刚不坏，练就半佛之身，即使他不还手，我杀他也会遭禅法反噬。想来他见有人来为妖族寻仇时，就已报了赎罪之心。那他全力抵抗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一样会死，但我会伤得更重些。那你现在小伤。哦，那好。你怎么了？你这畜生，都说我受伤了。喂，你自己说是小伤的。对了，之前你口中的女子声音是？
啊，那是我家主人借我的嘴巴传音。你家主人是女孩子，好看不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家主人乃一山之主，望月真灵，有贤神仙。啊，你做咩啊？你杀了白马神僧，所以说呀，你救了我！哎呀，大爷！可怜了！不行，你胆子太小，跟不了我。我胆子可大了。啊？你胆子有多大？你杀人犯，我还敢跟着你一起走？你看我胆子得多大？不免连着，快回来！啊？哦，行吧。哎，我说，主人传我，李熊猫、笨石头，咱们有缘再见喽。等等，啊，这个，帮我丢到附近的村子里去。这是你刚刚吸人的木蛤蟆，里面的人没死，1个时辰后，木蛤蟆就会破开，里面的人自然无碍。哦，行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那所以，你吃定我了？那以后随我入室，总得有个称呼。你给自己起个名字吧。就叫如来吧。滚！父王，清凉要出山了。红儿，好啦，我要出山去了。好姑娘，可愿与我同行？叫月桂吧。清凉，走了。忘了，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忘了。好了，那父王，清凉真的走了。报！圣僧白马被长枪坠地，惨死春风台。什么？白马居然？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。报！圣僧白马惨死，死于何人之手？不知，只知道龙枪穿身而过，殒命春风台。什么？白马居然？自作孽呀！神僧白马居然被人杀了，何人能有如此法力？不清楚，修行道各宗门正纷纷赶往春风台，一探究竟。如此大事，朝廷应该也会插手。谁负责此案？是昆仑场还是桃花卫？是。撤！世子殿下到春风台了，但周围皆是前来一探究竟的修行中人。起五灵色，养花信。武林走风，妖财染云，起信。啊，那是花信，他们来了。桃花卫，果然朝廷也插手了。
此处桃花未办案，闲人回避。